你说原来吧，都是别人羡慕我儿女双全，现在就不是了。你说隔壁那个张阿姨，那孙子都已经3个了，我呢，我连个辈分都没有往上升，你说羞不羞啊？想想自己都已经64岁的人了，我有时候经常在想，我不要你说。一闭眼睡下去，第2天眼睛就再也睁不开来了。你说真的不知道，我这临走之前，我就是放心不下你。你连一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你让妈怎么闭上眼？那不能，妈，要不这样，你看我一眼，你看能不能闭上？你自生自灭。妈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去相亲吗？你犯得上把我骗回来上演一出大戏吗？我没有骗你呀。你说之前妈给你发了那么多人的照片，你理过我吗？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你看不中的。我没有，不是你没有认真的去看。你说，哎，你加上人家的微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再跟人家联系，然后再说你约人家见不见面。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弄呢，你就给人家下判决书啊？那万一人家看不上我啊？那你最起码你努力呀，你努力了吗？如果你努力了，如果不行，那妈就算了。你没有努力。妈，这样，我可以努力，你帮我找2个，你不想当奶奶吗？哎，你滚！你说行不行啊？我还有事呢，我很忙，我现在。你说我为什么命这么苦？你说。哎呀，我操劳了半辈子，你说我生了2个白眼狼，你说，哎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能不能满足啊？啊，妈，我可以去。哎呀，你滚呀！你行不行啊？你说行，我答应你，我去相这个亲。但是妈，您记住您刚才说过的话，万一人家看不上我，你可千万不要不放弃啊！我保证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妈这速度可真是惊人呢。小文儿，一个完成。哎，我可是很诚心的，人家都看不上我。嗨，管文你好。没看我朋友圈啊？在吗？你真漂亮。什么？看到你妈发给张阿姨的那张生活照，你这么好看，怎么会到现在都没男朋友呢？啊，百密一疏啊。你在吗？
这个位置我谈了2个品牌，目前都有意愿。继续啊。飞图在条件上空间大一点，但是他们爆店流程比较慢，需要6个月。利和倒是在开业上可以赶上我们需要的进度。是不是你哥哥找你有急事儿啊？他不用理一个相亲的。相亲？老大，您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只是打算再找个备胎？你说什么？我上次看到你，方亚克啊，想死啊！我这也是关心老大嘛。是不是让你负责的区域你都谈好了？说说你的部分。喂。好。丁总让我们一起去营销部开会。之前也没有遇到品牌方会这么抗拒，所以没遇到过呀。商场做活动引客流，品牌配合提人气，这么好的合作共赢，他们为什么不开心？是呀，所以我让下面的人去问品牌了，说是没预算了。而且什么？管总您别误会了，我就转述一下，是1楼那4个大品牌啊，尤其是 TAR 说您之前答应他们帮助提升销售才没关店啊，现在还要自己配合活动，自己掏钱，没这道理啊。雷总，你不如把话说的再明白一点啊！你们活动谈不下来，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挽留租户的时候给他们画了一个饼，所以他们现在不肯积极参加女神节。哎，不是我觉得，他们讲的。那您觉得当时我们该怎么样？让他们在万历自生自灭，然后把门关掉？我们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 KPI， 也请管总理解一下。招商从来没有跟品牌签订任何关于市场活动费用分担的协议。营销的锅这样甩给我们招商不合适吧？但是您之前那句会借助推广来提升销售这件事情，就已经让我们营销部很难做了呀。雷总应该从来没有跟品牌谈过业务吧？不知道什么是美好愿景，什么是落在纸上的实际承诺呢？够了！你们2个部门在这儿把责任吵清楚了，这问题就能解决吗？集团对万历每个月的租金增幅还有业绩都是有要求的。上个礼拜我们的目标已经落后了5%。女神节是我们第2季度去冲业绩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活动效果不如预期的话，那这个锅不是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部门主管可以背的，是万历来背。尤其对那些背着军令状和 KPI 的人来说。你来干嘛？找您有事儿。您开了一上午的会，我没有机会跟您说上话。但我也不觉得你在这堵我就是一个好的机会。您明明知道市场推广是雷克森的责任，你还当是小时候做错了事找班主任主持公道啊？我承认，雷克森他是一个油混子，但一个投资不大的活动不见效果，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在公司待了3年的老人来说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但对于你的后续招商呢，还有场内维稳呢，你那些1楼暂时不撤的牌子可只答应你半年的缓冲期。你不用觉得不公平，做好自己的事儿就是对你自己最大的公平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那些牌子去沟通。婉文，学会收敛一下你自己的脾气。要不是上次你在雷克森面前那么怼他的话，他也不至于在品牌面前挑拨关系，把这个锅扣到你们招商的头上。你的意思？我什么都没说。
子秋，你怎么还锁门啊？没锁门，跑了吧？哎，你来公司是不是有事儿啊？你忘了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的，我约了陈姐，还商量给你找新助理的事情，顺便看看你。啊，对，哎，那我跟你去找陈姐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，自己去吧。